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！最近我在准备8月底的悉尼马拉松，从1个月前就开始了备赛的训练。虽然说悉尼马拉松不是我今年的最大的目标赛事，但是面对一场全马的比赛，还是要认真准备一下。悉尼马拉松呢，应该是穿布鲁克斯的龙卷风5，但是在备赛训练的时候，我们穿上了布鲁克斯的 Hyperion Max 烈风3。为什么比赛和训练穿不一样的鞋呢？像布鲁克斯这种品牌，它的跑鞋矩阵是相对完善的。烈风3这双鞋对于我的水平来说，就是日常的训练和这种速度不是极限速度的竞速训练，而龙卷风5呢，就更适合在赛场上去拼搏一下。今天我们看看这双烈风3在训练中的表现。今天我们跑一个低强度的变速，课表是400、800、1200、800、400，这样一趟是一组，我们跑2组，每一个组间间隔都是400米，走慢跑都可以，但是不要坐下停下就好。那我们就开始。我目前的能力可以算是一个业余精英跑者，所以我的日常训练几乎都是竞速鞋或者是竞训鞋。刚刚拿到布鲁克斯烈风3的时候，它的观感和上手的感觉让我一度怀疑它真的有竞速感吗？毕竟看着是一双厚底儿的鞋。但是当我穿它跑了一次之后，我发现我错了。那种干脆利落的清脆感直接颠覆了我对厚底儿鞋的印象。第一脚落地的反馈清脆干净。我一般评价一双跑鞋，不是太仔细去看它的参数和那些具体的指标，而是更多的愿意看上脚的感觉。第一个400和800跑完，因为体力还很不错，虽然今天不是跑极限速度，但是能很明显的感受到烈风3的速度感。这双底儿特别厚的烈风3跑起来竟然有非常明确的清脆感和滚动感。我总爱把跑鞋分成好多种弹的分类，这双鞋呢，我现在的判断是它是明显的韧弹，轻微偏向硬弹。我们很快就要进入下一组了。手表提示我配速偏高，这双烈风3的速度感真的挺不错，3分35。还有200米结束这1.2，还有点意犹未尽的感觉。结束，挺不错。第一个1200跑完，1200就稍微有一点距离了，更能体现它的在持续运动下的速度感。刚才跑到最后都跑得特别的意犹未尽。这双烈风3呢，虽然是布鲁克斯跑鞋矩阵里第2梯队的竞训鞋，我查阅了一下资料，这双烈风3中底上层的材料是和我们无锡马拉松穿的那双龙卷风4 PB 一样，同时呢，它还配了一个掺入了玻纤的尼龙板，所以呢，它的推进感和那种清脆的感觉就特别的明显。同时它的足弓这个地方有一个镂空的设计，这些都很像顶级竞速的跑鞋。它的这个镂空的设计特别有意思，更能让这个跑鞋有更明显的滚动感和清脆的感觉。同时我是一位足弓特别低的跑者，但是这双鞋也并没有足弓任何的不适，并不顶足弓，也不会让足弓过分的受力而发生那种足弓酸的感觉。很多人会觉得品牌的第2梯队的竞速鞋只是顶级跑鞋的简化版，但烈风3我认为并不是，它更像是一双能在日常高质量训练中稳定输出的可靠伙伴。与碳板竞速鞋相比，在略微牺牲竞速感的前提下，更加注重稳定，让落地与过渡更加踏实。它的推进节奏也很自然，让人能不自觉地维持均匀的配速。在刚刚完成的第1组训练中，它的滚动感让我很快能进入状态，配速稳定，不会出现碳板鞋那种稍微分心就偏快偏慢的情况。这种可控性在训练和长距离比赛中非常重要，你能专注跑步本身，而不是时时担心步频和配速。跑完第1组后调整了一下，现在是第2组的训练。
另外，猎风3的鞋面在透气性和高温天气下很友好，热量和湿气能很快散出去，有包裹感不松垮，但是呢也不会勒得脚面不舒服。对于这双鞋的定位，对我这种水平的跑者很适合日常匀速训练。如果需要精确划分的话，我认为只要是我的训练计划配速在我的 LTR 以外，就是我的乳酸阈值以外，这双鞋都是很不错的选择。而对于马拉松成绩在3小时以外的跑者，这双鞋一下子可以变成一双万能鞋。对于再慢一些的跑者，如果您的水平已经达到需要一双能跑速度的鞋进行偶尔的速度训练，这双鞋的兼顾稳定性的韧弹与清脆，会给您带来与慢跑鞋完全不一样的速度体验。最后一个400米会比较尽力，虽然上面提到这双鞋对我这种能力的跑者来说更适合跑在 LTR 配速以外，但是最后这有400米我还是冲了一下。在高速下，这双鞋虽然不会像龙卷风舞这种旗舰碳板竞速鞋那样激进，但是每一步落地都会给人更踏实的稳定感，跑起来不飘。同时它也许无法发挥出我100%的速度，但是依旧可以冲起来，并且有很不错的速度表现。到了，小伙伴们，可以最后一个300，3分11平均配速，可以。哎，小伙伴们，在闷热的夏天的大阪城完成了一个400、800、1200、800、400两组的训练，整体的快的速度都落在我的 LTR 配速以下一点点。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双猎风3的实际的训练感受。这双鞋作为一双对我来说的竞速训练鞋，可以在带给你速度感的同时，更加着重一些训练时候的稳定感和控制感。在基本保证速度的前提下，可以让跑者在训练中呢有更好的那种稳定感和控制速度的那种感觉。如果您像我一样，马拉松在3小时以内，猎风3是一双跑节奏或者是变速跑，甚至是日常的匀速轻松跑的一双非常好的鞋。如果您的马拉松成绩在3小时30以外，那这双猎风3就可以瞬间变成一双全能的鞋。无论是您跑间歇、跑变速、跑阈值、跑长距离，甚至是参加马拉松比赛，它都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。那好吧，以上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。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、健康平安。咱们下回再见。